我们在一起300多天了，这是我们的故事。我一直对他特别好，但是后来发现了一些我不想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他不应该这么不信任我，我肯定不会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我觉得我自己的付出特别不值，我自己也恨我自己。这么长时间在一块儿，我绝对没有愧对他的地方。可是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我不想说放弃就放弃。什么事都得听他的，我现在觉得有点累了。一开始觉得像看个偶像剧啊，这是我们的故事。后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分手呢？其实我也在问呢，你们为什么要分手呢？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嘉宾小王25岁，来自山东，是一名理财顾问；女嘉宾小刘26岁，同样来自山东，是一名文员。来，有请两位，有请。这个说你们300多天对吧？对对对。怎么认识的？我们两个都是东营的，然后我在外地上班，我在潍坊上班。然后有时候就回东营跟朋友一块玩嘛。然后就是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正好他也在，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要了他微信，经常发微信打电话什么的。后来就觉得挺合适的，就在一块儿。那你们俩算异地恋是这意思吗？刚才你在这个小片里说我没有做什么对不住他的事，女生好像很那个，女生是发现了什么事了吗？就是他做了很多老是骗我的事儿，而且我觉得他那些理由，而且他的那些理由，我觉得就是在搪塞我，就是在敷衍我，根本就是让人很难相信的。本来我们之间就是经常见面的，关系特别好。后来慢慢的就是我的工作出现调动了，然后我时间比较绑，就不能老去看他，就变成他老看我。然后有一次我们很久没见了，我那段时间在生病，我专门请了假，我跟他说明天我请假了，你过来看看我吧，最近也不太舒服。他答应我好好的，结果临前一天晚上9点多钟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出差来不了了。然后当时我觉得也没什么，也没多想，可是越想越觉得有点不太对，因为如果说你要出差，你们领导为什么前一天不说，早上要出门了，前一天晚上8、9点钟才告诉你明天要出差？你这就跟侦探似的。对，我当时就是觉得不合理，但是我也没有去问他什么。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潍坊找他的时候，他那个手机有开了那个定位功能。然后不是你是去找我还是去翻我手机来了？你都有。我是去看你，当时你手机就放那儿，然后我就想随便看看，然后我一看那个定位，他真的就是没出门，他那段时间一直在潍坊然后我就查那天晚上他定位是定在一个小区里，而且那不是他住的地方。然后我就问他以后他跟我说朋友打麻将了，你们对，我问他跟我说他打麻将去了。我们没乱想，我们什么都没想呢。对，他跟我说他打麻将去了，然后我就跟我朋友打麻将去了，那是。对，我都生病了，我专门请的假，我前一天专门买了你喜欢吃的东西给你准备，还想给你惊喜呢。你答应我好好的，你就为了个打麻将你不来找我了？我也没办法。而且你还骗我说你去出差。这个手机你看啊，有你移动的这个轨迹啊，这个所以大家都别说谎。你要说谎，你先把它关了，得关得掉吗？曲总，把定位关了是吧？关得掉吗？可以关。你关了吧？我没试过。好，接着说，咱们接着聊啊。实际上面就是女生在这儿发现了，可能男生不诚实，对吧？女生觉得我生病你应该来看我，男生觉得我打麻将朋友面子抹不开，咱俩都这样了，对吧？你也不是什么大病，我就先玩玩。问题是咱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了，咱俩的假能重到一起特别不容易。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你说他们都把车开我家楼下，他们3个人，一个是叫我下去他们就是我们平常也不是经常在一块玩。那你有必要骗我吗？我骗你那不怕你不高兴吗？嗨，行，这事儿咱翻篇啊。我看生活里你不也翻篇了吗？还有什么事儿骗你啊？然后我就经过这个事儿吧，他也没跟我道歉。然后过了段时间，我又去找他，那天正好下雨了，我中午就到了，我就先去他家等他。然后我当时就心里就一直不太很相信他打麻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连环套在他家。在他家也看了看，找了找也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就是等他无聊，我就打开电脑，我看看电影什么的。然后就在他那个电脑里看那个相册，
看电影看我相册干什么？我就随便看看。你做贼心虚是不是？我看你相册你很紧张是不是啊？不，相册里有什么呀？就有个美女，一个小女孩挺漂亮的，穿了比较暴露那种衣服啊，然后拍的那种写真。刚开始我还真没往什么方面想，我就随便就往后一直翻往后看，然后发现我就越看越不对，就她那个女孩那个床，还有她那个背景啊，我一看这不是她房间吗？哇！当时我就懵了。那是我朋友拍的，我当时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我朋友拍的。我朋友是个摄影师，他也知道，就平常喜欢拍点东西什么的。那时候就去我家拍。然后当时我特别崩溃，我就特别生气，脑子不知道想什么了，然后就一直等他回来。等他回来以后，我就问他，让他给我个解释。他当时那个反应就是整个人都慌了，一看就是有问题有事儿。你朋友拍的为什么要去你家拍？他去酒店拍不行吗？他自己家不行吗？那时候正好赶上天下雨吧，又不是他去酒店，他不得有费用什么的，他就是拍着玩，然后他就不是那个什么，他家离我家比较近啊，然后我家平时收拾的也挺干净的，然后就顺便就去我家拍了呗。哦，你在家？啊，我在家。你拍了吗？我没拍。你看他在拍？哎，我也没怎么看，说实话。没怎么看。那你还不如那会儿看了就完了嘛，大大方方的，你存了是吧？一直还用我电脑选照片什么的。你没删，我为什么要刻意去删呢？对，咱没做亏心事，对吧，小伙子？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你干嘛跟我说是去年拍的？我当时要跟你说上个月拍的，那你当时就火就那个什么？那你怎么发现是上个月拍的呢？我跟你说，他那个照片里，我就看那个窗台上放那个东西，是我上个月送他的生日礼物。然后他跟我说是去年拍的。哎呀，厉害呀！哎呀，苏老师，你要没事你为什么要骗我？而且反应就直接慌了，你懵什么？脸都红了。我吵，你平常没事老是跟我吵。而且你为什么不删那个照片？你存着那儿一直没事就欣赏欣赏吗？没有。我平常工作那么忙都。问题是这个事儿出了以后，他还在那个态度就是觉得他自己没错，特别有理，还跟我，他不像在台上这么老实，你知道吗？他可有理了，在底下跟我。没别的了吧？还有。有一次我在东营晚上，我朋友微信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然后我一看是他跟好几个女的，就打扮挺妖艳那种女的，在那个夜店喝酒那照片。然后我就问他你在哪儿看着呢？他说你对象刚发的朋友圈。然后我就去朋友圈看，没看到，就是很明显他对我个人屏蔽了这个状态。是吗？屏蔽是因为怕他看了之后又来找我，又来潍坊找我。你怕我找你，你干嘛要发呀？我们就一块儿，就是大家一块儿玩，总不能那个什么别人都发，我自己不发，那他们就肯定说我呗。不是你，就是当时我们就玩个游戏。当时就是发到朋友圈里看那个什么5分钟之内看谁的赞最多，谁的评论最多。你说你无不无聊你啊？你幼稚，你是小孩吗？你自己有对象的人跟好几个女的发个照片。玩了，那玩就放开玩。就特有面子是吗？让人看身边这么多美女给你点赞，特别美。无聊不无聊你？我就是跟朋友，我们也不是经常去玩，经常跟见，我们有男的有女的，不是我。你觉得你这种理由、这种借口，你都可信服吗？他身边女性朋友特别多，你知道吗？那是我人缘好。来，接着我问问你哈，现在心里是不是有点烦他了？说实话，就是你说我平常就是正常交际我真的是没干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就是反正除了骗他，其他的事儿都没干。也不算骗，我觉得我那是善意的谎言。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吧？你告诉我，有点烦。就是经过这些事之后，他就是平常那个什么，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就是你在哪跟谁，或者说如果他来潍坊找我，就是问这问那缠着整天的，就是那个样，就是说是烦是吧？还有就是他会去找我身边那些女的，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联系方式什么的就会跟人说不是，我就问一问，我就了解一下什么情况，因为你不跟我说实话呀。你找他们弄得我们关系很不好。不是，你们只是普通朋友，我问问就很正常的语气，我也没多说什么。你是弄啊？那他们怎么想？不是他得怎么想？我是你女朋友，我就随便问点事儿，什么就得怎么想？你怕他怎么想，不怕我怎么想？我都习惯你怎么想，你想的总是太多了，我感觉。来问男生哈，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是觉得这样太累了，就是他有点太那个束缚我了。对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改造他束缚你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有点累，我不想你想分手？对是要分手吗？是。
姑娘，其实我觉得以此种种，你也可以跟他提出分了。那你来的目的？对，我之前我们也吵好几次分手，可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事儿，让我还是觉得我们不是不爱对方。我觉得只是因为他还不定性，他还太爱玩了，他还没收心。其实他对我还是挺好的。就比如说刚开始我们一天就打好几个小时电话，有一次我失眠，晚上睡不着觉，然后他就一直哄我，陪我聊天，从晚上9点打到早上6点多，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第二天休息。然后结果其实他第二天是要上班的，他陪我打到6点多，我睡了以后，他冲了个澡直接去上班了。那时候对我特别好，而且有一次就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之前跟我朋友做了点小生意就赔钱了，就把我那么多年的积蓄基本全都垫进去了，而且我还欠了账。那个时候我也没跟他开口，我不好意思。然后他主动的就把他那银行卡给我了，我知道他有多少钱，存了多少钱，大概有多少钱，然后他就把1半多的钱就很痛快一下就给我了，二话也没有说。当时我特别震惊，我也特别感动。我当时说我给你写个欠条什么的，因为刚开始交往不长时间，然后他说不用什么，你先拿去用，我这还有，我平时也不用钱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们经常那个闹分手的时候，就是吵的时候，我跟他说我就生气，我说我1个月之内我一定把钱还你，我卖鞋我去借我也还你，我不想欠你什么东西。他那个时候都说不用你不还都行，但是那个你别让自己太累什么的，就是还是说那种很温暖的话。所以我就觉得他不是不爱我，也不是不想好好跟我在一起，他就是没玩够，他的性格就是太自由了。你今天是让3位老师来把他这个自由给去除的，对，我希望他能改，因为我们将来怎么也得结婚要过日子的，你不能总是这样吧。这个挺有意思，像一个反转剧啊。上来我们先听到女生说你骗我，我们都认为是女生要分手，结果男生说了对不起，我这是善意的谎言，你要这样我太累了，我要跟你分手。结果女生说了不能分，你曾经对我那么好，哎呀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呢？如此纠结的一出这个爱情剧啊，我们一起进入到丘比特问卷。我是觉得这个男生啊，虽然他有很多这种让你不满意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男生身上他有一种特点，他的性格是比较透明的，然后也比较随性。你要知道这种性格比较透明比较随性的男生你会喜欢，别人也会喜欢。如果说遇到这个人他不懂得拒绝的话，你作为女朋友其实心里就会很毛躁。我为什么说你性格透明简单呢？因为你连撒谎都不用心，然后你连撒谎都撒得不专业，所以这让这个女孩子感觉到心里特别的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男生啊，他往往会被一种女人搞定，就是死缠烂打型的。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没有那种死缠烂打的能力，说我扔下我现在这个潍坊的工作，我就扎到东营他们家邻居，我天天看着他，你要晚上6点钟下班不回来我跟你闹，然后早上那个上班之前要跟我报备。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男生可能会在你的生活当中慢慢的离你远去。当然我不认为说那些死缠烂打最后得到了这个男生的女人会活得很开心，因为他们会一辈子当福尔摩斯，所以这就需要你有足够的这种能力，然后能把他管得住。但是有的时候管这个东西也是一面这个双刃剑啊。我是不太赞成太累的爱情，如果一个爱情能让你累成那样的话，我觉得对女孩子也不是特别公平。我建议你先冷静一段时间吧，然后先观察一段。你觉得累吗，女孩？就刚开始其实真的特别好，就感觉心与心的距离特别近。对。但是现在就觉得真的就中间隔着东西，我就感觉不到他的温暖了。我都替你觉得累。你之所以爱他，是因为他对你好，对不对？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不只是对你好。我敢说类似说慷慨相助然后给你钱不用还的这种事儿，可能他在别的女孩身上也发生过。我没那么多钱。
不是在于你有多少钱，而恰恰就在于你没有多少钱，反而你愿意为人花钱，这更令一些女孩会产生遐想。尤其是这个女孩，你不觉得你是在爱她，而她仅仅是在喜欢你吗？她只是欣赏你的某些方面，但一点做的也没有证明她爱上你。你们东营和潍坊不远，每次为什么都是你去找她？刚开始都是他找我。当然啊，到手之后就是你找他嘛。我们说的就是现在的状态嘛。这种上赶的不是买卖啊。那么多的敌手，你都能确保自己能赢吗？你每一次给不知名的那个女孩打电话，你都确保你能够战胜她吗？你不知道，一而再再而三的骗你，你都忍了，还要去找她。发现了明显的骗的痕迹，都已经至少3次以上，可能没有说的还有很多次。你的尊严何在？这个男孩的确招人喜欢，女人缘肯定好，但是他不是你的啊。靠你这么去侦查，然后上赶的找他，又是在异地，你觉得这种恋情可以维持下去吗？而且现在我跟你说，发展到一开始是骗你，慢慢的屏蔽你，最后都懒得骗你了，一定是这样。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你回过头再看的话，你都会自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傻，被所谓的外表，所谓的这种对你的好所蒙骗。真正爱上一个人，只能是对你一个人好，这种好不可能给别人的。可他呢，给了多少人不知道，背着你做了什么事儿，做到哪地步不知道。好好想想吧。就别想了，想了就疯了。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刀两断。他不属于你，但他可能不能完全怪他，因为25岁是吧，还没有定性，或者说你还没有遇到一个真正让你定性的女人。只有当你定下心来之后，然后真正的遇到了一个让你愿意去跟他走很长一段时间那个人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做。所以不能怪你太多，只是不合适。所以你们2个人啊，趁早就分开吧。你们俩上来之后，我只想说一句话，请严肃一点。女生一直在笑，你们俩的确是有角色反转的。一般来说，谴责的人是满脸怒色，但你是满脸笑意；被谴责的人按道理来说是满脸严肃，但是他也恰恰相反，满脸的轻松。按道理来说，该道歉的是他呀。怎么到今天来为止，反而反了？是你在求他呢？我特别不明白，说一个男人在钱上讲究，这男人就好了。我觉得在爱情生活当中对你的好最显著的一点是忠诚吧。是年轻人可能会犯错，或者是因为不谨慎，总是会产生一些暧昧的感觉，但是一段是一段，有几段是几段，但至少在同一个时间内，他对于一个人好，首先是体现出他的忠诚。从上场到现在为止，我也没听出你们2人之间好在哪儿，压根没听出来。倒相反是你这样一个发现他有问题的人，到这儿苦苦哀求他不要分，他一声道歉都没有，却严严肃肃的跟你说，我觉得挺累的，不要在一起。所以说把那几万块钱趁早还了吧，还了也就没什么。我估计这女生其实也没有多大担心的，你们替她想多了。她从上场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在笑的，她压根不在乎这一点。所以你们要是玩就尽管玩下去，要是正儿八经想谈恋爱，想找回点自尊，先把钱还了，再谈那点真感情的事儿，就这。我觉得老师们其实说了几个核心的要点。第一，有没有真的相爱过？我愿意相信你们真的相爱过。第二，有没有为彼此双方为这段情感认真的负责任？有还是没有？你们自己扪心自问。所以男生你在想，你心里是真有他，还是其实已经没有了，或者早就没有，
那我们谈的第3点的核心就是诚实，真实的面对。年轻有选择的权利，有犯错的可能性，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要真诚的面对彼此。如果连这点东西都没了，那我们那段爱还曾经真的爱过吗？留了一些问题给你们自己去思考，想清楚了，在下面的时间把最想说的话说给对方，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觉得我们之前倒是真的是挺好的，然后后来我只是觉得你把我束缚的就是有点太紧了，就是让我受不了。就我虽然说是出去玩骗，但是我真的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再就是后来我就感觉你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你，我觉得我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再加上我们都是那个什么异地恋，然后就这样太累了有点，我们都考虑考虑吧。本来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听了老师的建议，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然后我也需要再想一想我们之间到底该怎么样。回去吧，谢谢2位啊，请回请回啊。请关门，请关门。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女生会怎么做呢？请开门。谁还记得是谁伸手拥